我不要你提醒。王恒一小朋友想到要见杨老师，心情愉悦又轻松，坐在深呼吸，心情更轻松。未来要当车粉丝，咨询师胆子大，见到啥人都不怕。好，现在请将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姿势，请将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你就开始做放松了。我叫罗江海，我是南京汇德文化传播公司里担任首席咨询师。带孩子在这个帮助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大量的这样一些家庭需要这样的帮助，然后呢，我就想结合这些方面，我自己想，一个是让我自己能够得到改变，情绪上面的稳定；另外呢，实际上也是帮助我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包括我身边的人，能够有一个比较非常健康的、优秀的心理结构。另外呢，我也想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少走这个因为情绪问题带来的弯路。思考本身就是你的潜意识。已经开始有点自我监控了，监控到自己说的这些话问的不合适。喂，罗瑞吗？喂，干嘛？最近这2年最近在学校怎么样啊？因为我听爸爸说你最近好像也给他打过电话，但是呢，好像说有点不舒服现在有没有好一点？我叫蔡雅琴，是与罗老师在汇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起共事的一名心理咨询师。孩子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因为家里面之前有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波动，就从开始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家里面还比较有钱，还到3、4年级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家里面这种的破产或者干嘛的，家里面就一下子就没钱了。这个孩子呢，又在学校里面经历过一种的叫校园暴力。校园暴力的时候呢，就是孩子想回家跟爸爸妈妈去诉说，但是呢，没有人理睬，没有人理睬，就是孩子就是天天抱这种的难受的感觉呢，天天在学校里面待着。后来到半中间，后来是不上学，然后呢，当时中间呢，爸爸有这种的暴力倾向，然后妈妈那个时候呢，因为觉得这个学习成绩慢慢不好了，然后呢，她自己还有一个2女儿嘛，她就把她很多的精力呢就放在2女儿的身上，对这个老大呢基本上是不闻不问。这个来访者真的，我当时发现他跟我的经历还有点相似。我是一个被给出来的一个孩子，其实在我这个年龄当中就被给出来之后呢，是有点怨恨这个我的亲生父母的。我记得当时我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呢，回来被妈妈给揍了一顿之后呢，当时我就心里面就特别恨，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你们亲生的，然后你们就这样去打我，这样去骂我。我记得我妈跟我说，你就不要出去了，你就在家里面待着吧。我一直当时心里想的，有本事你就把我在家里面看一辈子，只要你前脚出门，我后脚我就走。出门之后我去找了朋友，我说是我现在需要找工作，我要生存。然后朋友帮我介绍到当时离我们家有几百公里的一个这个地方，就当时在北京的一个那个饭店里面去打工。我记得当时感触挺深的。我当时走的那一天呢，身无分文，我问别人借了200块钱，因为要买火车票嘛，别人借200块钱。然后当我拿的那个钱，坐上火车，站在那个火车那个地方，远离我们家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呢？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当时那个外面还下着那个雨，我觉得还特别配那个情境。然后当时还戴着耳机，还听那个特别伤感的音乐。我小妹就戴着耳机，然后下着那个雨，站在那个火车上站那个地方，我都不坐，我就站在那个火车不是开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站在那个地方吗？我就站在那地方看他。我当时我觉得我的眼泪就要下来，我心想，这不是我的家，我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要哪一天要回来的时候，我一定是挣了很多钱到你们跟前来，让你们之前看不起我，认为好像我不好好的学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说，当我在有了自己孩子，想去养育自己孩子的时候呢，我就想过，我说是不能让我的孩子以后像我一样这样子的不听话。我呢也希望其他家庭和孩子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现在我们那个孩子的到我们这边来的孩子的很多的那个情绪问题啊、学习障碍啊，这是和他的原生家庭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的焦虑值也是一直比较高，就情绪有的时候也不够稳定。然后呢，就是我孩子到了初中以后的话，也是面临着这个情绪上的问题。然后我就反思，包括在我将近50岁的时候，我重新做这样一个选择，就是重新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父母和祖父母基础焦虑都比较高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呢，因为大家都是高焦虑的人群，导致经常出现一些矛盾或者不理解。因为当时是在初一下学期和初二上学期出现的问题，当时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的孩子在我心目中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孩子。到了初中以后，进了我们当地学校非常好的一个班，就突然不去上学，当时我也是特别苦恼。然后呢，当时我在无锡上班的时候，他妈妈一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就特别紧张。然后呢，当时我们因为也没有知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一开始就会逼孩子，甚至是那个打骂孩子。因为我小升初考的比较优秀，也超出了我一般的发挥水平，导致我小升初的时候呢，进入了我们当地一所比较好的高中，然后里边较为好的一个班级。所以在这个班级内，大家都很优秀，竞争压力也非常大。我在其中呢，并不算优秀的孩子，我就是比较算一些可能是中等甚至偏下游的学生，导致我在学习成绩呀，或者是其他的学科竞赛呀，这些方面呢，都可能比不过其他的一些同学，导致了我对于学习的兴趣下降，这样一步步恶性循环，导致我越来越不爱学习，越来越抵触学习，甚至是对学校也产生了连带的一些消极反应，然后导致我最后在大概初二的上学期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衍生到后来一度无法出门，然后到人多的地方就会感觉到不适。而这其中，我的父母也将我送到过脑科医院。在南京脑科医院里面呢，这段时光到现在为止还是让我非常记忆犹新。就是在脑科医院中，我大概住了2个月。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我的父母想让我在那里住院，我以为只是一个检查，然后呢，检查过后，我的父母就会带我回家。而我的父母直接把我带到了脑科医院的住院楼内。我记得当时住院楼是一整层都是这个青少年抑郁症然后焦虑症的这样的一个专科的一个住院的地方。当时有个非常大的一扇很厚重的铁门，他们就把我带进去，然后等到我走进这个病区，我才意识到我的父母是想让我来南京脑科医院住院，他们不打算把我带回家了。我当时就油然而生一种被抛弃，然后呢，被放弃的一个心理感觉。当时慌啊，当第一个反应是慌，然后觉得是不相信，不相信，不理解啊。我记得你记得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当时你刚刚验血的时候，你妈妈跟我讲，我应该是星期5提前回来的，然后你一个人在这边，然后拿着手机，然后我就问我说孩子你怎么了？小罗你怎么了？当时我心里就是这种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特别慌啊，对啊，就是无助，然后对你的感觉就是很迷茫，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既着急，看到你在家也难受也心疼，就感觉好像你被社会给抛弃了，就你走进社会了，
啊，就是各种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啊，既有着急啊，然后呢又感觉其实也很心疼，就觉得你怎么变成这样子的啊，好像跟别人不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时光就是太快，就是跟孩子相处呢，这个日子就太少，作为我来说，还是作为父亲来说就是经常会有些遗憾，也很珍惜现在，跟孩子一起相处的这个时光吧，就是陪伴的多了，相处的多了以后，其实就更能了解一个人，也能看到他心里面的东西，也更理解，就是希望日子过得慢一点吧。这个职业对我现在来说，我是觉得能帮助我自己，又能去帮助别的家庭，其实是一种在积德积福的一个事业。当时我正好在给人家收餐桌嘛，收餐桌，然后别人说，蔡雅琴有你电话，我当时还很奇怪，哪里来的电话？还到吧台一起把电话接起来的时候，电话的对面呢，雅琴啊，我当时心痛一下子，这怎么就能找到我？但是呢，说完这个话的时候呢，当我还在这种的抖抖嗦嗦，觉得害怕爸爸妈妈会过来跑到我这边来要揍我一顿的时候呢，我爸爸在那边就说了一句，他说。爸爸也知道，反正这些年呢，也许你觉得有点辛苦有点累，但是呢，你既然想到外面闯了，就闯一闯吧。这个家里面的大门呢，永远向你敞开的。